好，我知道了。思涵，你爸说今天饭局很重要，我们不能迟到哦。啊，我知道，我再快了。哦。给你一个惊喜，我在你家附近的公园等你。思涵，你还在玩什么手机啊？快一点啦！你爸爸都已经来催了，快点，知道吗？哦，好。喂，你要来了吗？我今天要跟我爸妈去吃饭，我没空啦。不行啊，你一定要来啦！今天很重要，我有东西要拿给你，拜托你出来啦！我今天真的不行啦。拜托，我很需要你。哎呦，思涵，快点啦，来不及了，你还在蘑菇什么啊？啊 ，OK。我等你，如果你不出现，我就不走。妈，你们先去，我晚一点到。啊？你去哪里啊？你爸今天的饭局很重要，不能迟到的。江江，你最喜欢吃的鸡屁股？大费周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这2、3串鸡屁股吗？对啊，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吃鸡屁股，我都有记起来哦。这一间啊，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屁股，我今天特地绕去买给你吃哎。来，你吃吃看。先不要讲这些了。其实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我偶尔也要跟我的家人聚聚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朋友圈。你知道的，我白天要跟我爸妈吃饭呢。来，快吃！我刚刚用毛巾包起来，现在还是热的哦。来啊，吃一口嘛。好吃吗？哎，你知道吗？今天他生意超好的，大排长龙哎！我跟你说哦，我每次去的时候啊，立中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总是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也不管我是不是同意，高不高兴，接受或不接受，好像他觉得好的事，我都得照单全收。给你一个惊喜。你看吧，我就讲吧，吴老师那么爱喝养乐多，放在平时在讲台上就万事 OK 了。对啊，如果没有放，我们这里就遭殃了。你眼睛怎么了？我知道，干嘛不东跑进去？我帮你看一下。痛啊！我帮你测一下。好痛啊！你在干嘛？好啊！我要逃了！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我警告你，我是思涵的男朋友，请你离他远一点。你在干嘛啦？让我眼睛痛，还帮我看呢。不好意思哦。你给我过来！哎呦，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好，那么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哈，就是刚刚从这个剧情当中啊，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好朋友，你们觉得譬如说像思涵跟这个立中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啊，是因为鸡屁股的关系吗？对，还鸡屁股全餐呢。 OK， 好，那您觉得是什么？
占有欲太强。占有欲太强。哦 ，OK， 就有时候好像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对，对不对？完全好像自己没有了，被稀释掉了，对不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立中一开始他的是很用心的，是。那在这样用心的时候，一定是女生她也会觉得会给他 feedback， 会回馈说，我好感动哦。于是她觉得我做对了，是。然后呢，她就开始enjoy在这一个很对的情况里面，没想到越来越过头。那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就出现在欠缺沟通。譬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去了解，说我今天要跟我爸妈出去，就他还很用心的买了鸡屁股。我想，如果今天他没事，他买了那串鸡屁股去，他是会买单的，他会觉得好感动。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忙了，结果他就分辨不清楚，他就硬要他下来，这个时候就白目了。所以我觉得说，如果用心，然后不要白目，我觉得会是很美好的。那当然后面的部分，他那个占有啊、EQ 差、揍人这些是完全不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当然爱一定是要用心啊，这是最基本的啊，不管是婚姻里面的爱，或者是婚前的谈恋爱，都觉得用心是绝对必要，因为不用心就不是爱了嘛，啊，就会变成儿戏了啊。还有您刚刚提到说沟通没有错啊，其实沟通是一个原因啊。有时候呢，就是说他对你好，那一开始可能你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没有很需要啊，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嘛，啊，还客客气气，哎，就隐忍了。但是呢，慢慢的，真的要慢慢把一些真实的感受要分享出来啊。那除了沟通之外，我觉得像以立中这个状态来讲，其实呢，哎，是他可能在他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哎，他的生命脚本啊，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即便他现在跟思涵呢继续走，那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对象来谈恋爱，可能还是这样啊。所以表示说，在爱情的这一个问题里面，很多是要回到更早的我们的生命经验去做整合，去得医治啊，不然我们有些时候永远就会再重蹈覆辙。您自己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曾经遇过像立中给思涵的这一种，好像那一种啊，让人家很不舒服的啊，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感情对象啊？有没有这种人物曾经出现在你感情的这种故事里面？有没有？好不好？我们如果有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哭脸。哇 ，OK， 哦，还好啊哈，有人很 lucky 啊，都没有遇过啊。不过我们有几位好像有哈，那您呢？1号的好朋友，其实我就是啦，只是没有像那么夸张。你是说你是立中是吧？对，但我没有那么夸张。但我要重申，我没有那么夸张。是，你是拿鸡腿，不是拿鸡屁股。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就会特别去买一些水果或是蔬菜，我就每个晚自习就是切给他吃。后来就是他就觉得说，就是你可以不用对我这么好啊。就是后来我觉得，可是我就想对你好啊，感觉要爱如潮水，对，给他压力涌流出来哈。那7号的家长呢？有一任男友追求者，他就是只要路上或者是在餐厅有别的男生看我一眼，他就要去跟人家打架。或者是会在我住宿，那是学生时候住宿的楼下，就是像演琼瑶小说一样，有一点毛毛雨，然后硬要在那边等，在楼下等，我不理他。有这种男友，一开始会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可是呢，时间一久，真的是就感觉那种好有压力哦，去排除的压力哈，如影随形啊。2号的好朋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是有遇过那种很疯狂的追求者，因为我很爱吃，然后他又是厨师，他就是透过我的同事，然后来得知说，我喜欢什么，然后他也不会事先告诉你说，我要过去哦，他就是突然你上班上到一半，有人就按门铃，然后他就说我在楼下，然后就叫我帮他开门，然后就送一堆吃的，很多，非常多，多到我爸跟我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家，我爸就是还蛮生气的。你可以 call 我们。好，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对，然后我也有明讲，跟他讲说，就是我刚结束一段感情，那我不想要那么早谈恋爱，然后他也跟我说，没关系啊，反正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对，就是非常的感觉好像你感觉应该不舒服吧？对，就觉得很可怕。就我已经跟你说不要，然后你又一直硬要对人家好，是，对，就觉得不舒服。那我们4号的好朋友是。我自己是遇过，就是占有欲很强的人，对，他连我身边的好朋友，不论是女生男生，他全部都要认识。然后他会偷翻我的手机，然后去找里面的电话号码，然后看说哪一个人他很常打电话给我，然后他会还问说他打电话给你干嘛？还有就是很夸张，他跟剧中那个就是男主角也是，他常常就是我刚下课，他就直接跟我说我在附近。你马上过来，可是我可能那个时候跟别人有约，然后他就跟我说很重要，
我要给你个惊喜，跟那个立中很像，对，一模一样。他就说很重要，拜托快点来，10分钟就好，就一拖就拖1个小时以上。我就说我很忙。不过那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适合去校察局对不对对不对？或者侦讯社对不对？5号的好朋友呢？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讲立中的坏话，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帮他辩护一下，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像他，其实我也是属于可能是比较占有欲比较强的情人，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行为，并不代表他真的想要绑住这个人，其实在他自己的大脑里面，他会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而且当他越是想要跑的时候，我才反而越是想要把他抓住，因为那样子是对我一种安全感的来源，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2个人本来就是在感情里都是互相的。当他没有给我安全感的时候，那我必须要自己努力去创造一个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帮立中平反一下。我想我们5号的好朋友，其实也可能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种声音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个检讨，对不对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你知道有些爱呢，它是一种很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主观，然后呢占有，然后以自己为中心的爱就是我认为这个对你是好的。就像你看，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会跟孩子讲说，你嫁他准没错，娘还会害你吗？对不对？可是常常这个根本不是孩子需要的幸福，对不对？是我需要的幸福，对不对是做爸爸妈妈。所以我想没有错了。5号好朋友也提到说，立中他可能也不是好像说有什么想要做坏事的心，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不成熟，对不对因为他的不健康。其实爱是很重要一点，是爱是没有惧怕对不对？一个让人家会有惧怕的，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对不对因为惧怕里面有刑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对不对？立中不管怎么样的场合，你要是很接受他的好，到底这样是真正的爱吗？还是已经出现了病态？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嘛因为我想大家都听过，就爱其实呢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对不对？你看，就是我买了个鸡屁股，你就非得马上给我下来，即便你们家有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完全不管，所以他是一个思考上已经是非常单调、封闭自我中心，所以这个已经不是爱，你知道吗？这是对自己好，没有对别人好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体会。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有遇到像立中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办好不好？我们大家可以先想一想。